出的灯牌，谢谢礼物啊！大家日常有训练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相关的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谢谢贝时光送出的一个人气票。皮质醇高会影响什么？影响你的睡眠，早上起来会非常的困啊，也会导致你脱发啊，也会导致你的脱发。对呀，你天天这么高强度的训练，你晚上睡不着，因为你的交感神经被激活再激活，特别是在你的睡前，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啊！如果太晚去练，你的交感神经又被激活，你的精神状态会非常的亢奋，容易睡不着，人会失眠的。谢谢心雨的关注啊！休息好，睡好，吃好，就休息，就单纯很简单的方式休息啊，就休息得了，不要去练，休息该休息该吃。欢迎小颖啊！大家日常有训练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问啊，有训练饮食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自然吗？自然啊，哪里不自然了？你觉得？我5年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的不自然，我也没啥好说的。手上的黄圈是我妈妈在我寺庙里给我起的一个东西，祈福的，让我早日发财啊！愿我早日练成，加油！重点是行动，持之以恒，洛成，行动，持之以恒。谢谢我吃送出的灯牌，谢谢灯牌。啊，大家日常有训练饮食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就用哑铃能练出倒三角吗？倒三角，你知道什么是倒三角吗？肩宽背宽，然后腰细，这是倒三角。那你用哑铃，你可以练到你的肩，你可以能练到你的背，练到你的腿啊，对吧？当然可以练啊，但是你的训练重量啊，每几个循环有一定的提升，这样才会进步。女生一周几次力量训练？3到4次就足够了，3次也就足够了，3到4次就非常 OK 了。练了1个月了，背就是没有感觉怎么办？一个是你的训练动作可能存在一点问题，其次你的背部肌肉比较薄弱，你的肉还没长完整，还没有起色啊，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主播复练多久了？不是说复练多久，你体脂低腹肌就会明显。谢谢王小豪加入了粉丝团哦。腹肌体脂低就会明显，我也练啊，我一般是隔一天练一次。意思是练4休3吗 ？No， 不是说一定让你练4休3，你可以练1休1，练2休1，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当天训练状态很差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迫自己去练，就休息就完事儿了，对吧？休息完开始继续接下来上一个循环的内容就好了呀，对吧？没有说一定要让练4休1。如果你工作压力又很大，然后本来就很累了，你还拖着疲惫的身体，你去做力量训练，你觉得你的训练质量非常好吗？那肯定做不到非常好的呀。不如休息好，然后再过一天去把你的训练内容做完美啊，做高质量的。我加倍训练或者一天全身都练会影响吗？你身体会恢复不过来的，然后你的皮质醇也会非常的高。你短期可能可以，那你长期积累你的身体啊，如果你还有工作，你的身体肯定会是非常的难受，状态也会非常的差啊，收益也会非常的低，变得非常低。不要过度训练，洛神，记得我虽然说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先别急，不要过度的训练，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啊，好吗？主播目前体脂的话在12%左右啊，12%。欢迎 KK 啊，大家日常有训练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问啊，有训练饮食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只有肚子胖怎么办？你的肚子是非常非常胖吗？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一点点的小肚腩，你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个保德机车，你们记住，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一点点的小肚腩，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点问题啊，没有任何一点问题。过度，一个是过度之后，你的身体会非常的疲劳，皮质醇会非常的高，你的状态、你的休息、你的工作、你的训练都会受到影响。
老师练腿可以减脂吗？啊，不是说练腿可以减脂啊，是你要做好一天整体的热量差，去做上一个热量缺口，既能减，啊，不是说你练腿就能减脂，不是这个道理的啊。练腿也是消耗啊，力量训练进行的一个消耗方式啊，它但是你这场训练消耗的只是有限的，啊，练腿只是力量训练，只是说最大程度保留你的肌肉，你要减底层逻辑，热量缺口，记住是热量缺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哥，我身高191，7月从220斤开始减到现在168斤，减多了才能塑形成功。塑形要力量训练，不能只做有氧无减。记住，要做力量训练，不能只做有氧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靠有氧减下来，你要塑形，你必须要接触做力量训练。力量训练非常至关重要。当然，你想掉秤速度非常快，减脂速度非常高，你去做有氧没毛病。饮食加有氧确实是减脂掉秤速度是最快的。但是你想让你的身体变得更紧致，有明显的肌肉线条感，你力量训练肯定是要做的。我现在就是爬坡做无氧运动，先做什么合适？如果做无氧运动，像女孩子去练的话，主要先练你的一个肩背臀腿，然后胸部训练少去练，肩背臀腿少去练，用一个中低强度的重量去做多次数，俯卧撑算的。我发现你的左右肩膀大小不一样，很正常啊。人的身体结构不是100%对称的啊，人的身体结构它不是100%对称的。那有不对称的地方，我觉得也非常正常。懂吗？人的身体结构不是100%，世界上没有一个100%对称的肌肉对称的人，大小不一，有一点略微的差异，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不影响你的生活，不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点点轻微的差异，我觉得非常正常。练了多久了？我练了5年多的时间啊，主播练了5年多的时间。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平时就这个状态大家如果有兴趣，如果你们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开始训练的小伙伴啊，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相关的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那个主播主页呢也是自由教练，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找我做你们的线上老师是真的吗？对是假的，你觉得假的是假的，穿了肌肉衣假的。欢迎啊！别被骗了，这个打的，你觉得是就是兄弟啊。那个随风而举，你觉得是就是啊。我也是右边大一点，我刚不懂，以为练大了很快，其实不明显女生马甲线最有效的方式，降低你的体脂率，20以下的体脂，你的腹肌马甲线就会出现。20以下的体脂率，你的腹肌马甲线就会出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就是减体重嘛。降低你的体脂率，减脂并不代表一味的减重记住，减脂并不代表减重。先做无氧还是先做有氧？先做无氧，先去做你的力量训练，然后再去加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但不要一直去做。我们主项还是以力量训练为主，有氧为辅，力量为主，有氧为辅。怎么降低体脂率那所有的减脂期的底层逻辑你记住，热量缺口，跳跃的心，记住是热量缺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少吃。怎么去少吃呢？就是你的饮食摄入小于你一天产生的消耗，这个少吃少于就是一天制造300大卡到500大卡左右的热量缺口即可。一天练多久合适的话，像我个人的训练时长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不等。对于新手来说，1个小时左右其实就可以了。对于女生来说，40分钟左右的力量训练也就 OK 了。啤酒肚怎么练出腹肌？降低你的体脂率体脂越低，腹肌越明显。几天能练出来？打个问号，看你喝不喝酒，看你去不去练
你的啤酒肚大不大啊，都是存在疑惑都是存在一个问号的问题啊。一周几练比较合适？男生的话3到5练，女生的话3到4练其实即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主播主业也是自由教练。如果你们近期有这个需求也比较迷茫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我做你们的线上老师啊。我的体脂在12%左右，我目前的体脂率在12%左右。感谢分享，欢迎啊！欢迎。体脂怎么测啊？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去网上找对比图，10%体脂怎么样？15%体脂怎么样？12%体脂怎么样？去找对比图去对比自己的体脂率就好了，非常简单啊！对比总会吧，自己肉眼去对比啊。接备赛吗？不接备赛啊，不接备赛。我之前1天2练全身散架，效果又不好，是吧？合理的控制好自己的训练强度没有充血的臂围是40充血的臂围是在一个41.5健身房有测体脂的可以去测，但是具备参考价值的话存疑因为有些健身房的误差2到4的体脂率不等宽距引体引体绝对是能把背练好的一个动作之一你可以看一下你一些很多接健的大佬，他们的背部细节其实都非常 OK 的，他们也只做引体他们练背只做引体，各种引体，对吧？你看他们的背都很完整都很细节女孩子26的体脂我觉得情有可原，如果是男孩子的话26体脂的话那就比较高谢谢关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现在引体做热身4×15了，接下来怎么做？可以负重引体为什么我引体会脚抽筋？你脚是不是发力了？你是不是紧张发力了？保持绷紧状态才会抽筋你做引体的时候，你脚肯定是勾脚了，勾着脚去做了，然后持续脚非常紧张。你做的时候把你的脚放松下来，你再去试一试不要靠你的脚，不要去甩。我的体脂在12%左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相关的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主播主业呢也是自由教练你们如果有这个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我做你们的线上老师健身多少年了？我健身了5年多的时间了。吃蛋白粉了没有？我吃蛋白粉，我吃但是你们嘛不必要蛋白粉可吃可不吃。如果你们食物补充到位，可以完全不吃你是不是打药了？没有打药，兄弟没有打药。感谢分享。一天可以吃几个蛋黄？蛋黄的话主要是脂肪如果你平时脂肪吃的很多的话，你的蛋黄尽量就少吃了呀。看你一天脂肪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外面，比如说你在平时饮食都是在外面去解决外卖食堂那本身油水比较多的情况下，你的蛋黄尽量就不要吃了，主播空腹体重的话在71.5公斤空腹体重71.5公斤感谢关注大家日常有训练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相关的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主播主业呢是自由教练。如果你们近期有这个需求也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练的可以考虑找我做你们现在。管不住嘴怎么办？管不住嘴，你可以买一些低卡的零食，或者买一些水果的黄瓜，在你嘴馋的时候吃一点，对吧？吃一点给你的小建议。净身高176，空腹体重71.5。肌肉密度和脂肪密度是不一样，计算新手学所有补剂中，我还是比较推荐你去喝计算。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你刚开始训练，你可以先不喝，你先练个几个月之后，你再去喝计算，你看看计算给你带来的作用是什么，对不对？那计算它的主要作用，它是提高你的肌耐力，提高你的肌肉饱满度，这是计算给你带来的主要作用，让你的肌肉储水。新人前期吃肌酸吗？可以先不吃，先去练，重点是练，再考虑再去买一些补剂再去买肌酸。
啊，你先去练，重点是练，把你的动作先练会啊。那时候你练着，哎，我觉得肌酸吃了感觉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你感受不到作用啊，对吧？你到了某个瓶颈期，你可以去吃肌酸啊，看肌酸给你带来的好处，你就知道了。90公斤每天吃2.8克的碳水可以吗？用碳水健降可以的，3倍碳水开始降，3倍碳水开始降就好了。当你卡平台期，然后3-4天平台期不动，你可以减个3到5克的总碳水量。3个月能练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如果你正常减脂期，你3个月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是在增肌期，你的体重你本身是个非常瘦的人，你3个月的时间，你整体的维度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你的臂围、你的腰围、你的胸围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还有你的肌肉含量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重点练成什么样子，看你跟你的训练质量挂钩了，图图。蛋白粉要吃吗？如果你平时像你的鸡蛋、牛肉、鸡肉这些吃不够的情况下，那蛋白粉你有必要去买啊？如果像你平时食物补充鸡蛋、牛肉、鸡肉这些吃的非常多了，蛋白质来源获取非常 OK 了，你可以不吃蛋白粉。体脂率高的人是不是撸铁看体质？有些人内胚型体质，像他们手腕比较细、比较粗的人，内胚型体质的人啊，可能练着练着就是不管饮食，然后练着练着可能就变成脂包肌了，因为他们像内胚型体质，吸收利用率会比较高啊，吸收率会比较高，练着练着长了很多肉了。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啊。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90克的蛋白质和脂肪吃多少呢？90公斤蛋白质和脂肪多少？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在增肌还是你在减脂呢？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你的增肌期还是减脂期，你的蛋白质你可以设置在自己公斤体重的1.5到2倍。脂肪，如果你是在减脂期，你可以吃到一个0.6到0.8倍；如果增肌期，你可以考虑0.8到1倍去吃，0.8到1倍去吃。但是记住，你无论是在减脂期、增肌期，你的热量管控去做好，把剩下的所有的热量可以分配到你的碳水啊。比如说你减脂期把所有的热量分配到碳水之后，然后你碳水开始慢慢去做递减，即可。谢谢臭喵的爱心，谢谢爱心。好了，主播先下播了啊，先下播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训练计划和指导啊。主播也先下播了，拜拜。